我们欧洲人总是认为，好像这个对一般平民的那个爆炸的这种战略的那个策略，战争的策略呢，这好像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打战的一个方法。有一些人也会提到，好像德国人对伦敦的市民已经曾经采取过一个类似的方法，但是也应该知道，实际上日本人对重庆的那个方式呢，比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还早。他实际上是从1937年开始爆炸重庆的，并且他这种爆炸的那个方式呢，完完全全是后来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采取的这种方式。所以中日战争呢，对很多事情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试验的一个地方，像现在乌克兰一样啊。那么欧洲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这个西班牙的那个内战呢，他也已经曾经采取过的这种爆炸的这种对平民的市民的那些爆炸的这种方式，但是它比这个中日战争还要早。所以你看看，如果一个大战争，它如果在后来能够开始的时候之前，有很多小的战争对这个大的那个战争可能做出准备。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注意到，这些过去和现在的很多地方的小战争呢，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小战争呢，一定不要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大战争，一个世界性战争。那么你像我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实际上跟这个我刚刚所讲的那个内容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为什么？因为你如果问我们欧洲人，特别是我们德国人，对这个乌克兰战争有什么样的态度，并且这个乌克兰战争对于我们的总的那个可以说世界观有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个跟我刚刚所讲的那个故事实际上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我们现在觉得是这个战后的时间，这个阶段已经到期了，已经没有了。这个战后的这个情况，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非常根本的改变。所以我们整个的那个世界观，由于这个战争就受到了冲击。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2014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2022年2月刚爆发的时候呢，我刚好在维也纳。爆发的那一天，我记得那1-2天呢，我在维也纳的大街道这样走，商店里还是走来走去，然后我就会听到各种的说法了。那我听到的是维也纳人啊，这个商店的这个老板了，也都谈都是这个问题，卖货的人也谈的是这个战争的问题，所以维也纳人应该是说他非常受震撼啊。那我发现呢，他们谈的时候啊，有一种很有趣的态度，他们谈的是，当时第一个是不可置信，怎么二战过了70年，怎么会发生？但是另外一个，他们马上说，因为制裁马上就开始了嘛，他们就会说到说，哇，有很多俄罗斯的学生还在维也纳上大学，那他们的经济来源会马上断了。那我还听到一个卖鞋子的一个奥地利的女人就说，那这些可怜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办呢？没有地方可以走了，无家可归。所以他的关怀面，一方面是乌克兰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一个乌克兰的朋友，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也关心到俄罗斯的人，所以这个温暖的态度嘛，让我还有点惊讶。所以你如果要说18个月前发生的时候，一般的德国的那个感受，跟18个月之后
他的感受有不一样吗？说跟奥地利人的感受也不一样。嗯，因为德国人根据我的经验，这个战争一开始之后呢，德国媒体、德国政府，也包括很多德国人，都就是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这个在德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态度，但是实际上，德国内部也应该看到，这个西部的人是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而东部的人，他们好像跟这个现在只支持乌克兰而不考虑到俄罗斯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这种态度，他们东部的那些人好像也不怎么太赞成。所以奥地利呢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并且奥地利呢从来跟欧洲的西部和欧洲的东部都有比较好的关系。那么奥地利很多的经济利益又在乌克兰又在俄罗斯呢，包括你比如说你到维也纳第一区呢，你会发现维也纳第一区很多很多地方呢都是俄罗斯人买的，所以我们这些奥地利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混杂品，可以说很有意思。我们有很多地方的人都来我们维也纳，包括俄罗斯的人，包括这个乌克兰的人，所以我觉得奥地利人对这个问题没有像德国战争一开始马上就支持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我们在奥地利没有这个，像比如说，在奥地利很多人会问我中国对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那个问题到底怎么看？奥地利人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们好几次对我进行采访，请我给他们做演讲。但是德国就好像对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关心，这个跟德国100%的靠美国来对待这个乌克兰战争这个问题非常有关系的。而反过来讲，奥地利呢没有这么明确的态度，他有一点往哪个方向走，有一点往哪这个方向。你讲的这个太有趣了，就是连德国的内部，它分东德跟西德嘛，分开这么久，所以它因为自己的历史的记忆跟历史的情感那个脉络不太一样，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连前东德的人跟前西德的人感受的程度都不太一样，比较复杂一点。那更何况是以前的，比如说像前苏联的，像匈牙利，它的表现就非常不一样，对不对？那然后维也纳更有趣了，因为它一向都是中立国。那然后它其实不算是西欧，因为它刚好是东欧跟西欧的汇流的中间点，所以它态度不一样。尤其我在维也纳的时候感受特别深，是因为就是那个战事爆发了，然后我刚好在维也纳的时候，我才知道，因为从当地的人的谈话里头，我才知道说维也纳这个这么繁华的美丽的大城的下面是空的。它是1942年希特勒花了很大的精神做的非常非常大的地下城，是个防空洞。然后我看到那个防空洞的照片它下面复杂到就是说防爆的门、防爆的通道、防空袭的这个警报系统，还有它的这个空气的流通、照明的设备，甚至于那个地下的巨大的防空洞叫个洞不对了，它就是个防空，下面一个地下城，还有铁路的铁轨来运输，很惊人。那所以我看到维也纳人就在说，哇，下面那个防空城要把它重新恢复，因为说不定俄罗斯还会动核武，动核武的话，我们维也纳一定是他的目标。所以那个感受是这样。
那我想说德国的，你刚刚讲的这个德国的反应，我就非常好奇。因为事情爆发以后，那德国非常明确的，尤其是新的总理上台嘛，所以是非常明确的是跟美国是同一战线，然后强烈的制裁俄罗斯，而且对于俄罗斯是非常强烈的憎恨那个情绪的表达。可是想想看，前面10几年的梅克尔 Merkel， 他的政策一直是你要设法去教好这个大怪兽，那才能够让它变成这个世界的一员，这样反而是比较安全的。也就是说，那现在呢是德国社会是立刻采取了跟前面的16年是一刀两断的不同的政策。我要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呢？怎么会转弯的这么快？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告诉你，我一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其中我碰到了这样一个解释，那么德国人因为他们历史上所犯的那个错误太大，所以特别是西部那一部分人，因为他们一直在对待他们的过去，在承认他们曾经犯过错误。虽然很多人都是战后才生的，但是我们都以前老师就叫我们，虽然我们是战后生的，但是我们要跟我们父母那一辈一样，就承认我们德国人就是犯罪的一个民族。那么我们因为曾经历史上犯过错误的，所以我们现在就非常害怕在一个这样一个大危机当中可以再一次犯错误。那你如果考虑到我怎么样避免去犯错误那么德国人的自尊心呢好像就不一定非常大，所以他们你如果看看以前一般德国的市民对这个所谓 geopolitics， 对这个国际政治呢他们就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怎么赚钱，怎么处理他们国家内部的很多东西呢。如果谈到国际问题的话，那么最多呢就谈到欧洲各个国家之间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那个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呢，他们就不关心国际政治。现在因为打仗一下子呢就发现我们好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没有 expertise， 我们就没有专门的那些专业知识，我们也没有这种工具来分析国际形势。那么结果呢怎么样？他就听美国的，他就觉得凡是华盛顿说的事情肯定比我们柏林所说的事情都对得多。那么我们如果听他们的，我们如果万一犯错误的话，这个错误不是我们的错误，是他们的错误。我想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为什么特别是德国媒体他们就好像就完完全全等那个纽约时报说什么他们就会说什么。那么华盛顿那个时报历史的压力吧。所以你的分析是说，反而使得德国人他在第一时间就要做了所有的事情来先站好一个道德的高地，也道德不犯错，因为以前犯过这么巨大的错。这有一种集体心理的反应，这好有意思并且他们特别的强调这个道德方面的问题。你看现在全欧盟呢都是以道德为基础来制定他们的国际政策。那么他们以前是已经稍微有了这样一个倾向，但是最近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呢，所有的那些分析都是以道德为出发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德国人就很容易可以跟着这个欧盟走，因为他们也觉得我们以前所犯的那个错误主要的是一个道德方面的错误。可是苏珊娜，你知道吗？
这个中间有一个心理的转换过程。你这么说的话，我就会想起在1990年，这个当2·1就是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30几个国家的联军去出动武力去制裁伊拉克。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叫做 Desert Storm Desert Storm Operation， 对不对？沙漠风暴所以我们家那个时候在法兰克福郊区的家，就距离 Wiesbaden 非常的近。Wiesbaden 那个时候1990的时候是美军基地。我刚刚生产，所以在一个清晨的大概3、4点钟，我抱着我的婴儿在喂奶的时候，我听到头上有很奇怪的声音，那个声音是从来没有听过，巨大，像天那么大，然后你没有听过，可是你马上有一种自然的恐惧感而且就好像就是在我屋顶上面很近。当天看了新闻才知道，我听到的那一刻就是美军的轰炸机从 Wiesbaden 群起飞过我家的屋顶，往伊拉克开去轰炸。那是第一天 Desert Storm 的第一天。可是我印象深刻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德国的士兵是有参与其中一部分的，但是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媒体就有这个德国的军队士兵，他拒绝参战，他拒绝这一个不义的战争，或者是他认为是侵略的战争，或者只要是战争。所以那个时候印象深刻的是，你看到在德国的军营前面有士兵走出去，把刺刀刺在地上，把他的钢盔放在那个刺刀上，人就走了。所以那个就说德国因为他以前犯的错，所以他反战的集体心理是很强大的。可是这一次到了俄罗斯，这个事情完全变了。对，但是我应该告诉你，这个问题可以非常非常简单的做出一个解释，因为你记得吗？当时的德国政府也是反对伊拉克战争。当时的德国政府呢，没有支持美国去打伊拉克。对，那么因此很多德国的一般市民，他们也敢于表达，他们也是反对这个伊拉克战争的。但是现在呢，情况就不一样，因为政府呢，完完全全的支持美国和美国想出来的这个怎么样去支持乌克兰的这样一种策略。所以呢，你如果作为一般市民你不大同意的话，那么你第一呢，你就会发现我的政府呢听不到我的声音，也注意不到我的声音。那么这是一个在德国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东部这么多人，他们就不同意对俄罗斯呢采取的这种制裁的这个政策。但是呢，他们就觉得好像他们虽然一直说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政策不对，但是政府呢一点也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那么反过来讲，他们现在就把我们的政府当作是一个德国西部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呢只听到西部的声音，而不听到这个东部的声音。那么所以这个对德国内部这个复杂的情况就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后果也是非常非常之大。那么所以这个你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态度跟你内部能不能就是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密切的联系。那么奥地利呢，因为很多人75%以上的人就认为好像我们奥地利呢应该保持中立的，但是呢精英阶层有一部分人就觉得好像现在情况一定危险到一个什么地步，危险到我们很害怕俄罗斯会打我们。所以精英阶层内部呢有一部分人就提出来，好像就奥地利也应该跟这个瑞典和那个芬兰一样呢，
就放弃他的中立的那个态度，而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国。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政府呢不敢就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奥地利的市民75%以上就一定要保持中立的态度。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听说台湾大概75%以上的人，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尽量想办法呢，就保持我们那个 status quo， 就我们的现状，我们不要改变这个现状，是75%以上的。当然，精英阶层里面有一部分人觉得应该往那个方向改变，或者是往这个方向改变。而一般的市民，他们认为，根据我的理解，你当然可以改正我的那个理解，但是根据我所听到看到的那个消息，我好像认为，好像台湾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就75%以上的人觉得我们尽量想办法不要改变现状。那么他们跟这些现在这个精英阶层呢的联系是怎么样？他们觉得这个他们的政府能代表他们的观点，还是他们现在要利用这个过渡的那个情况来引起一个就是领导阶层里面的那个改变？你刚刚说德国其实这个社会在价值观在判断上也蛮分裂的哦。我听了还蛮高兴的，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觉得台湾很分裂，你知道，其他的国家也一样。你刚刚问是说台湾一般人会不会觉得对于两岸而言，现在的这个执政党这个政府是否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这个想法吧？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分裂，因为这牵涉到很深处的问题，就是那个认同的问题。认同牵涉到你对于历史的认知，牵涉到你的因为不同的历史脉络而产生出来的情感，所以台湾在这一方面相当的分裂。但是有一个一定是最大的公约数，就是你刚刚讲说，大部分的台湾人是希望保持现在的这个 status quo， 是因为有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不管你认不认同现在的政府，或者是很急迫的希望他赶快下台，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台湾人想要维持保护现在有的这个相对自由开放繁荣宽容的这个社会，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不管你是支持哪个政党。但是呢苏珊让我更多了解一下，那所以你刚刚讲了，我在跟欧洲有关的，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跟刚刚你那个有联系的，就是说因为你过去的历史脉络不同，所以你对于现在同一件事情的爆发，一个战争的爆发，其实你的感觉不一样德国它本身都已经分裂，因为它有一部分是东德的这个历史脉络啊。那维也纳作为中立国那么久，它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再往东走好了，你说我们在东走就到了匈牙利嘛，匈牙利本身就很分裂，对历史的认同，甚至于他对于自己的各种的纪念碑啊，下面应该写什么字啊，都吵半天。那在过去这段，虽然匈牙利它是北约它是欧盟的一个成员，可是它在很多的方面跟欧盟大部分的在中欧西欧的国家不太一样。那这一次事情它尤其是不一样。所以你是不是说这也是因为历史脉络的问题，历史情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跟历史情感有很密切的联系，但是也跟匈牙利的那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有关系。因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你如果看看，就是匈牙利呢，在20世纪历史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它总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你如果看看冷战的时候，那么第一个起来反抗苏联的那个国家就是匈牙利然后匈牙利学会了如果我们直接反抗的话，我们好像就没法得胜，
所以他们就采取了很多间接的方法，并且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改革主义，就是改革的那个共产主义，也是从匈牙利开始的。我们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我跟一个同学一起呢写了一篇文章，就发现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向匈牙利学习，怎么样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条件之下呢，可以就是介绍一部分市场经济的一些措施。这个也是从匈牙利开始的。所以你看，匈牙利很早就开始介绍一些改革社会主义的措施，最后那个冷战结束的时候，也是匈牙利走在最前面的。我想起来，柏林围墙的倒塌的开始是从匈牙利冲破了那个边界的，对吧？对，是这样子。所以匈牙利呢，为什么？因为它跟奥地利一样啊，它也是靠这个，它是东部的最东部分，而我们奥地利呢是西部的最西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两个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且以前我们匈牙利是东欧最靠西的，然后维也纳是西欧最靠东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刚刚说错了啊，谢谢你。对，正好就是这个。但是从他的生活方式来说啊，这个奥地利呢是比较西方的这种生活方式，而匈牙利呢一定是比较东的那个生活方式。那么，所以他呢就觉得，他如果很注意到他的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反而对他的经济、政治、军事都有好处。你如果把这个匈牙利跟波兰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波兰对这个问题呢态度跟匈牙利完全不一样。那么冷战的时候波兰和匈牙利都是这个东部，就是以苏联占主导地位的那一部分欧洲呢的一个部分，对吗？但是他们两个人对现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那个态度很大，对，为什么？那么这个波兰当然它靠近苏联或者是以前的苏联，现在的俄国比匈牙利稍微近一点啊。那么同时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有一段时间波兰也是受这个布莱希的那个批评，因为他们很多内部政策呢不符合这个欧盟的那个有关人权等等这个各种各样的规定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波兰和匈牙利呢是很相似的。但是现在在反映那个国际问题上他们两个国家完全不一样。那么其中根据我的那个理解呢是这样子，就是波兰呢他就觉得好像他如果非常非常支持美国，那么美国会帮助波兰来实现他的目标。这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波兰政府，你能够紧跟着美国走那么这个欧盟的那些领导那个范德莱恩等等，他们不能批评波兰。那么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说，好像波兰战后呢，他的那个整个那个领土有所改变，他们拿到了当时德国的1/3的那个领土来作为他们的那个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同时呢，他们在东部也有一部分领土呢是由苏联所拿到的。那么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现在波兰为什么这么紧密的跟着美国走呢？就是因为他希望乌克兰能够打败俄罗斯呢，然后打败了俄罗斯之后，他们能够把现在属于俄罗斯的那一部分他们认为是波兰的领土把它拿回来。
这是他们可能长远的一个目标。我不知道这样一个说法对不对，反正我知道，你如果到波兰去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就会跟你说，他们就觉得这个俄罗斯呢占领他们的一部分领土，他们觉得很不公平。那么如果我们作为德国人来说，我们说啊，你们占领我们德国的一部分，这是不是德国人不敢这么说吧？但是德国人一般不敢这么说。但是如果说的话，那么波兰会说，你们因为是二战的发源地，所以我们拿什么领土都可以的。但是我们是战争的一个牺牲品，所以那个苏联拿到我们的领土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理由来这样想。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们为什么这个反应跟这个匈牙利有所不同的一个原因。对，这个太有趣了。其实，因为我们在这么遥远的地方看俄乌战争的时候，其实整个的专注点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那事实上呢，你这样分析下来的话，听起来就说完全是二战以及二战的结果的种种的后来延迟了70年的发作，的各种的隐藏的情感就纷纷的冒出来了。那这个不稀奇啊，你看二战跟一战的关联也太大了。那所以说，想俄乌战争，让大家比较震撼跟惊讶的是，这距离1945年有70年之长，大家都以为大概那种形态的战争不会爆发了，那事实上它真的爆发给你看。那我们来聊一聊，以你对于中国的那么深入的了解啊，很多人因为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这边，也包括美国啦、西欧欧盟，俄乌战争呢，很快的马上就联想到台海的问题。那当然，很多人觉得有很多地方很相似。但事实上，在基本的结构上有太多不能够相比的东西了。那所以你觉得，如果要拿俄乌战争这件事情放在台海的这一个上下文里头来看的话，你看见了什么？我觉得从它的深层次的那个结果来说，两个冲突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有很多具体的东西它没有相似之处。那么先说它相似之处，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乌克兰战争呢和台湾这个冲突，它相似之处就在于两个霸权在第三领土上进行这个争夺。那么意思就是说，乌克兰战争呢，实际上是一个所谓 proxy war， 它是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一个战争。但是呢，这个战争不在俄罗斯打，也不在美国打，而在乌克兰打。那么这个台湾的那个问题，我们全世界都认为这个情况就是台湾的那个症状千万不要改变。但是呢，有两个国家，他们就认为好像可以利用台湾这块土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进行这个挣扎和争夺的过程当中，就看谁能胜谁能输。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两个霸权国他们之间的那个竞争的一个表现，这是深层次里面的相似之处。但是你具体看，像比如说，如果大陆对台湾进行武统的话，那么这个比俄罗斯打乌克兰还难得多。那么为什么大陆这么长时间没有打台湾？虽然他们一直说我们要统一，那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从军事上去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
难，冒险非常大，并且如果不胜的话，这个可能对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状况也会起一个非常非常根本性的一个变化，所以他们很害怕这一点。这个就跟俄罗斯不一样，我觉得。那其实你觉得这一次很有意思的是，至少在俄罗斯去年18月之前，这个爆发战争之前，我们一般台湾的走在街上的普通人路人甲，其实对战争这个东西，到现在都很多人年轻人会说，只有在电影里看过，他还觉得不真实啊。所以很多西方的媒体啊，他们来台湾采访，他们来坐飞机降落之前，因为他们只看到西方的媒体，所以都以为降落之后，他大概会看到一个以色列式的台湾，每个人都很紧张，都准备拿枪了。然后他下来之后，落地之后，发现完全不是这个状态，然后又觉得百思不解，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备战？你怎么不紧张啊？所以有时候我对这样的天真的记者，有时候还不知道跟他从哪里说起啊。但是呢，非常非常确凿的是，中国大陆那边跟台湾这边都很密切的在关注俄乌战争的发展。那尤其是中国，它一定是在密切的观察俄罗斯的每一个步骤，跟整个国际，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他所采取的行动，都在算，如果中国采取什么行动的话，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那你觉得你会希望中国从俄罗斯这一次的发起战争会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吧？我当然希望他们会学会，我们如果碰到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用军事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政治问题。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学到这一点，但是实际上我怕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他们虽然以前都认为我们千万不要用军事行动去解决一些政治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的想法一下子全部都改变了，他们都认为好像我们可以用打仗的方式来解决一系列的政治问题。那么这个不仅仅是中国政府这样想，美国政府一直这样想，但是像我们欧洲这些国家，我们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得出的结论，以前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用军事的方式来处理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乌克兰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我正好就参与一个电视上的一次讨论，我是唯一的女性，其他的人全都是男性。那么他们刚刚听到现在乌克兰在打仗呢，他们高高兴兴的就一直在讨论怎么样打仗，怎么样提供武器，怎么样做这个。我作为女性坐在这儿等之，我觉得他们这些人乱七八糟的。我们应该马上想出一个办法来结束这场战争，因为如果这样一场战争爆发的话，那么你最好要赶快去结束它。你如果不赶快去结束它，它会来很长时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乌克兰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对吗？所以我就坐在那儿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先生们，我们现在讨论打仗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怎么样结束这场战争？那么从这个小故事我就很快就得知，现在整个那个欧洲的那个想法有根本的改变。这个根本的改变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认为尽量避免战争，现在战争已经在全世界成为一个
可以说有合法性的解决政治问题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并且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很害怕像比如说中国大陆也好，一些其他的世界国家也好，他们现在不是主要的是从避免战争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他们现在已经觉得打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最大的。你刚讲的那个一堆男人很热切的讨论如何打仗的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不久前我去看了一个 War Room 里面的兵推 Tabletop Exercise。 那我特别去听有一桌3个男人的谈话，其中2个男人是白种的美国人，那本身以前也是美国军队里出来的。第3个也是男人，然后也是美国的国防部出来的，可是第3个人是在台湾长大的。他们呢变成快吵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兵推的前提是说D30 就 -30， 就是说战争要爆发的 D-Day 之前30天。然后我听到这2个美国白种的男人气概万千的在说打，然后是要怎么打，2个人都怎么打。然后这个在台湾长大的这个美国人就说还有30天，这30天中我们应该要去讨论如何还有最后1秒钟可以做到不打。然后那2个男人完全不能同意这一个人，就是一方就是喊打，另外一方说你还要做最后的努力。这个故事跟您讲的那个故事有一点像，你看，我应该告诉你，罗斯福在这个日本打美国海军的前一天晚上，还给日本的那个 emperor， 给日本的皇帝呢写了一封信呢，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避免这场战争。这是第2天日本会打美国的，但是罗斯福也知道这个是日本已经在准备的一个行动，但是他那一天还写了一封信呢，用手写的一封信。这一封信呢是他们当时日本政府没有交给他们的皇帝的一封信，我们以后才知道有了这样一封信。但是呢罗斯福呢到最后一天还是想办法尽量去避免这场战争。你看现在，因为我们打仗这么长时间没有打仗，我们现在好像就觉得哎呀，打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打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打仗？我觉得基辛格说的很对，因为我们如果现在打起仗来的话，那么这个战争的灾害性呢会超过历史上一切的战争。苏珊娜，以你现在这个对于其实是反对太轻易的进入战争这个态度，对，你可以在德国很大声的说你的看法吗？我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注意到，其实大概在2-3个月之前，非常有名的德国的女权运动家Alice Schwarzer， 还有那个左派的国会议员叫什么Wagenknecht，他们2个站起来说了不同的声音，对于俄罗斯，他们2个好像是被批判的非常的严重。对，你要不要谈谈这个？所以我刚刚问你说，那你的态度，你可以很大声的说，而不会担心你被批判吗？我不担心我被批判，但是呢，我告诉你，因为我是一个东亚的一个专家，所以我就从来没有提出一个像比如说对乌克兰问题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但是我最近就提出来了，我就觉得
我们现在在乌克兰问题学到的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一开始打起战来，这个战争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并且它的后果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们作为欧洲人，我们应该注意到台湾问题。我们不可能就是像马克龙最近也说过，他说我们如果把台湾问题留给中国和美国去解决，这个后果肯定不好。所以我的建议呢，是我们欧洲人就应该发现，我们对保护台湾的现状呢，是应该很注意的，这是符合我们欧洲人的利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不能坐在那儿等什么时候他们两个霸权主义者开始打起战来，而我们应该尽量想办法呢，以欧盟的那个谈判的那个影响力啊，来避免中国和美国可以在台湾打起战。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样说，假使因为常常也有政府官员来希望听取你对于中国问题以及亚洲的意见嘛。假使现在欧盟的官员真的来跟你请教说，问题很准确，就是你觉得欧盟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台湾的安全未来，你会跟他们怎么建议？我最近写了一本书，把我的建议写出来。我就说，我觉得现在在台湾这一块地呢，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不是明天中国会打武统台湾，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很害怕，并且他现在这个整个内部状况就不容许他马上打台湾。美国也不要打，跟中国打，因为美国现在很多其他事情，美国这个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啊，所以美国也不要打。对，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最大的危险性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在这个台湾的天空上，各种各样的飞机，就是各方面的飞机过来过去的太多呢。这个海上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台湾也好，其他国家的那些海军也太多了。那么这是最大的危险，等于是说这个台湾这一地区的军事化的那个水平太高。那么这为什么危险？因为在很多情况之下可以发生意外的。那么现在他们美国和中国也好，他们之间的那种交流不正常。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意外的，两个飞机碰了还是什么呢？这个很容易可以给一个军队的理由来打起战来。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军队里面也好，中国军队里面也好，两个军队里面有一部分人他们认为，我们如果现在不打起战来，情况很不好。虽然政府总的说来，他们现在尽量想办法不要马上打起战来，但是军队里面还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就觉得现在如果打的话不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发生意外的，那么这个军队里面这种平衡就一下子就可以变为一个 OK， 我们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打起战来。那么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危险。所以如果欧盟要插手来提出一个解决台湾的一个方案的话，那么它的插入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应该尽量想办法去结束这个风险性非常非常大、危险性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局面。那么等于是说，我们应该把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就中间拉开一个距离，要不然的话，他们这个发生意外的事情可能性太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该采取的一个措施。我如果碰到就是有决策团的那些人，
我会提醒他们，每一次告诉他们，我说你们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像比如说中日战争，它的发生，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知道吗？七七事变呢，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是日本军队开始的，还是中国军队开始的。那么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有一些人就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也可以这个机会的后果很容易地被制造太大。你说一个意外其实也很容易是一个被制造的意外。对，并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这个建议呢，我觉得人人都可以想出来。为什么不说？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我觉得当然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的，但是它可以临时来减少这种危险性和冒险性。那么为什么人不说？台湾人不说，美国人不说，中国人不说，欧洲人更不说。这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建议呢，它具体有很多的复杂问题，但是实际上它的那个思维的逻辑性是相当强的，所以不可能是我全世界唯一的有这样一种想法的人。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好像除了我之外还没有人提出来。这可能原因之一是因为你牵涉到各个不同的国家对于他自己的利益的考量，然后在那一个国家里头，它又有不同的政党，那政党为了他的权利又有一套不同的考量，那再加上你比如说军方的考量又不太一样，然后卖武器的人的考量又不太一样。那希望能够透过一个紧张的情势来为自己的政党得到更多力量的，又是一股力量。所以你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各种不同的不说出来的利益在那边碰撞的时候，就是因为这种混沌不清的情况，都没有人会把如何避免战争当做一个最重要的重大的目标的时候，那出意外的可能性太高了，太高了。是，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讲，好像在东南亚呢，一定有一部分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前一阵子呢，我听他们新加坡前任外交部长这个 George Zhou， 他就说他认为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不爆发的这个问题呢，欧洲起一个决定性作用。他没有做出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他只是劝我们欧洲人来听他的话，来考虑我们怎么样能够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做出一个贡献。因为这个第一次世界战争、第二次世界战争必定呢是欧洲作为它的发源地啊。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更有理由去考虑到我们这一次可能就不是发源地，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起一个尽量想办法去避免它的这样一个作用。我觉得这对欧洲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我虽然在国际政治上我是一个所谓现实主义者，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怎么样考虑你的战略地位、你的利益、你的权力的大化等等这些问题，这个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同意基辛格的那个观点，我觉得如果下一次有世界性战争的话，这个战争的那个灾害性呢，会超过我们历史上所有的经历过的那些战争，所以我们就应该尽量想办法去避免它。但是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应该强调这一点，避免战争跟采取一种
原教旨主义的这种一种和平主义的那个态度也是两回事呢。因为有时候你应该打仗是为了避免战争。你知道，欧洲因为它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常的沉重的历史包袱，所以就以德国为例的话，他非常努力的去逃避一种所谓的世界的责任。那可能现在一种新的时机出现，可能是在美国跟中国的这种对峙的局面里头，反而是欧盟大概要全盘重新思考自己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那如果说作为和平的大使的话，那应该是因为是真正的战争的发源之地，所以可能和平作为一个最大的这21世纪的大目标，在欧洲可能是比较容易取得共识的。我觉得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两句话啊。第一，我是50、60年代长大的，我脑子里面呢，我虽然没有自己经历过战争，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呢，是脑子充满我们老一辈有关战争的那些故事，所以我们或多或少还害怕战争。但是我发现，我刚刚说这德国人为什么能够同意这个完全跟着美国走，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很害怕犯错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是下一代，就是我孩子那一代的那个态度，跟我们这一辈的那些人的态度，在德国也是非常不一样，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甚至于有一部分人，他们60年代、70年代，甚至于80年代是非常积极的，就是批评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的那些人，他们现在都或者是不说话，或者是完全改变了立场，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打仗。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离二战那个时间比较远。因此不同年龄的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反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应该考虑到的一个问题。你说的没有错，我们这一代大概是最后一代，战争还是一个相对直接的经验的，从小就听战争的故事长大的。那下面的一代又一代，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了。他们对于战争比较容易的是，对于战争很多人的接收就如同年轻的朋友说的，好像在看电影这个东西是危险的，真的是危险的。我们来看一些线上的题目好不好？有些提问。今天线上呢，有台湾的，有中国大陆各个地方的，也有德国跟捷克的，有马来西亚的，还有甚至于在东马的沙巴的。这里有一个奥地利好像也有的。奥地利的可能也有一些，也有。我告诉我的博士生，我说应该是有的，我跟龙应台可以交流一些思想，你们要不要听？提高你们的汉语水平。肯定是有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是关于德国的他是在德国的 Edison， 他说在德国呢，对于这个右派的 AfD 的支持几乎是高达到30%了，右派的。那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而且这样的人支持这个右派的人，他们对于这个国际的事物，他是会是友善的吗？我发现这个德国那个所谓 AfD， 那么这个新右翼的那个党派，他对国际问题说的很少，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可能觉得他们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太专业性的知识，也可能觉得我们如果不说比我们说还好，因为他们
如果不同意那个政府的观点，他们在德国很快就会受到这个媒体的很激烈的批评。那么现在 AfD 呢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呢，我觉得这个有内部的原因，但是其中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涉及到这个所谓国际政治的问题啊。那么内部的原因，我觉得主要的是什么？主要的是东部和西部的这种分裂，因为这个新的那个右翼它得到支持呢，主要的是在德国东部，而不是在德国西部。但是反过来讲，你如果现在在德国不完全同意那个政府的观点，你就没有办法，你只能选择这个 AfD， 因为社会民主党也好，自由党也好，绿色党也好，这个CSU 这个基督教民主党也好，他们都是同一个观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如果对政府不满，你只能支持他。那么同时我发现，因为我最近也去过德国的东部，我也跟他们谈过这个他们对乌克兰问题的那个态度，甚至于有一些人就请我给他们做报告，介绍中国对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那个态度。我发现在他们跟我讨论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人对这个现有的那个德国政府的那个在国际政策上的那个态度，他们也不满意。但是这些人很多本来就已经早就开始支持这个右翼政策。苏珊，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啊。请问你觉得台湾要怎么样做，它才可以不成为大国之间的一个棋子呢？对，这是一个非常难得到一个正面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台湾的那个情况可能是现在复杂到一个不可想象的那个地步啊。那么我觉得对台湾来说，他如果不需要再做出或者这个或者那个选择，那么等于是说，他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第三条道路的话，那么对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因为现在好像看起来台湾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跟着中国走，或者是跟着美国走。但是实际上，他应该找到一个第三条道路。我刚刚提到这个欧洲要插入这个冲突来尽量想办法，就是干扰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竞争。那么像比如说，你如果台湾可以说服欧洲呢，他要更加大胆的提出一个又不是美国的想法，又不是中国的想法这样一个建议我觉得这对台湾来说是很好的。那么在你们这个地区呢，我发现你如果看澳大利亚，你看新西兰，你看印度，你看印度尼西亚，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些东南亚国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他们现在也一定在摸索，不可以找到一个第三条道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战争的话，这个不仅仅对台湾有不可估量的坏影响，这个对全地区有一个不好的影响，因为这个冲突不可能局限在台湾去进行。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做了好多准备，中国也已经在做好多准备，所以这个战争呢，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战争。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台湾就更注意到跟这些他的邻居国家的关系和跟欧洲的关系，结果他可能会找到了一个第三条道路。如果能找到第三条道路的话，我就会放心。
好，Susanna，现在这个有问题，如果这个是台湾人问的话，我就会想跟他说，这个问一个外面的朋友好像有点不太对，你自己可能更知道。但是呢，这个问题来自于一个大陆的朋友，只是不知道他是大陆的哪里。他说，你觉得问龙老师，不，我问Susanna，俄乌战争，你龙老师也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俄乌战争对于台湾人在政治上的取向影响是什么？换句话说，俄乌战争怎么样会影响明年1月台湾的总统大选？那龙老师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那龙老师你好像是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俄乌战争对于台湾人，这是对大陆的朋友啊，首先我想说，我们非常希望更多的大陆的年轻人可以上我们这个平台来，因为现在两岸的这种阻绝的情况，对于台海两岸的社会跟人民都是有伤害的，因为你反而是越靠近战争越危险，那是可能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或者政党国家的机器，他可能为了权力的目的想要走向战争，但是请问人民的力量在哪里？你可以有意图的政党或者是国家机器，但是你同时需要非常觉醒的人民。那所以两岸的关系这样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好几年来一个冻结的状况。冻结代表没有理解，代表说你对于对方的丑化或者是误会只会越来越深。那因为那种误会跟不沟通，所以反而是战争的情况，就像刚刚Susanna讲的，反而是非常可能的。那所以说人民反而要设法去尽量的去了解对方，这是如果要避免战争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那这位大陆的朋友他问的就是对于选举会有什么影响。第一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我相信台湾的一般人是第一次开始想战争这一件事情，发现说好像是真的，这不是电影的事情，这一个最初步的觉醒。那这个影响是很大的。那所以呢，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一个我已经看到的影响是，使得平常不去想这些问题的人，现在发现说要维持和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在投票的时候，他会考虑说投给哪一个政党比较能够保障你的和平。那只不过在投票的人他心里会有不同的判断，他可能会觉得说勇敢连拿着扫把也要去打仗的这个方式保家卫国是比较能够保障和平的，那么他会选他投的票会一个选择。但是另外很多人会觉得你其实在面对强权的时候，你要学习如何的沟通，那你如果是这种认为这个才是方法的话，你的选票会走另外一种取向。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取向，对于战争的可能性的这个认识，因为俄乌战争而引起的，它会影响明年的大选结果，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是龙老师的答复。这边有一个来自捷克的问题，他想问魏老师欧洲各国人民对于乌俄的态度真的是差很多。这个朋友他住在捷克，他一定是感受不一样的那衍生出两个问题，另外一个是捷克的朋友他问的是说，这种差异，比如说波兰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跟意大利人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那同样是欧盟成员，那他问的这个问题也有点太大了啦，就是而且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了历史脉络、历史情感。他问说这个差异从何而来？这可以写整本书。这是问题一。问题二是
这位台湾的朋友他说，我们在台湾接受的讯息是一面倒的美国讯息。那其实在俄乌战争之后，几乎很难看到，完全不知道俄罗斯人在想什么，俄罗斯人的知识分子在哪里，俄罗斯人反战的声音是怎么表达的，在哪里表达。所以他这个台湾的朋友问的是说，如果我不想要完全这个资讯都是被西方媒体垄断，我可以去看什么媒体能够得到不同的观点。两个问题啊，很有意思的两个问题啊。那么第一呢，欧洲东部的那些国家，很多市民很害怕俄罗斯，因为他们的记忆里面有很多俄罗斯政府和军队曾经在他们国家所做的坏事呢，所以他们很害怕这一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这个也应该注意到。我觉得我们在欧洲呢，不能说我们现在打到俄罗斯呢，问题就没了啊。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现在把美国赶出去呢，问题就没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呢是非常有力量的，特别是有军事力量的。所以你作为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国家，你要尽量想办法去利用你跟各国的那个好关系来达到你的目的。这是一个我们好像在欧洲历来这样做过的事情，特别是我现在身在维也纳啊，维也纳 Vienna Congress 啊，维也纳的那个会议啊。那么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他说 balance of power， 就是对权力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衡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艺术。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外交艺术给忘记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学习怎么样去利用这样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外交艺术。那么因此我觉得像捷克这样一个国家，或者像欧洲东部的那些国家，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对俄罗斯的各种各样的战略想法肯定有比我们西部人更加有敏感性，所以我们应该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反过来讲，他们也应该学会听到像意大利人的这样一个声音。为什么意大利人对这个俄罗斯的态度跟这个波兰有所不同？我们在欧洲内部也应该重新去开始互相去理解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不同的那个世界，不同的那个 perception。我觉得这个在欧洲内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这个欧盟过不久就没了。这是一个。顺便提到，你觉得你对于欧盟的未来，你是乐观的吗？我觉得欧盟的那个整个那个体系，现在从它的那个权力分配来说呢，是经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是这样子，以前是西部国家，因为它的经济力量大，所以它在整个那个决策过程当中，它占的那个比例相当大。现在这个经济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了，现在主要的是你军事方面强大不强大。而你看看波兰呢，最近几年它军事方面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现代化和提高的那个水平很明显的。而我们西部那些国家，我们睡懒觉啊，我们觉得哎呀没事儿呢，我们就最好就不把这个钱就放在军事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那么由于这个原因，现在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这个军事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东部有一部分国家，特别是波兰，因为它的领土本来比较大，那么他现在就尽量想办法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决策权从这个欧盟的西部搬到欧盟的东部。
并且他呢就认为他可以得到美国的支持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这是我觉得欧盟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西部和东部怎么样能够继续合作，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我也认为有一部分国家可能会离开欧洲，离开欧盟而参加像比如上海合作组织。现在非常有意思，我对这个上海合作组织我就很注意呢。现在土耳其已经提出要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一个成员，那个白俄罗斯呢也已经提出来了，他们要成为那个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成员。这样子你就会发现，这个原来是一个远东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组织，现在就成为越来越大的，包括这个沙特阿拉伯那么这些国家也都已经提出来了，他们也要成为那个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成员国。那么如果这么多比较富裕的国家会成为这个上海合作组织一个成员国，我估计呢，因为它内部的各种各样的做法跟欧盟完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有一部分对欧盟不怎么太满意的国家会离开欧盟而成为上海社会组织的一个。署长，你刚刚的谈话给了我一个启发，你听听看啊。你在讲到说，其实在欧盟的27个国家里头，大国像德国、法国、意大利，他自己的经济情况、政治跟历史的脉络，跟那种永远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像波兰、像匈牙利、捷克这些小国家的政治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欧盟要成为一个团结的个体，这几个大的国家如果不去比较谦虚的去理解这些在夹缝中存在的历史中的这些小的国家的话，你很容易是到最后是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但同样的，你刚刚提到的对我的启发是说，我们台湾也因为历史的原因，第一个在我们台湾人的集体心理上，因为是1945年之前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它是比较没有一个主体意识的，它是一个殖民地。那么1945年以后，尤其是49年之后，把中华民国的南京的首都迁到台湾来，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从小长大，我们在一个小岛上，可是我们脑子里的自我认识的蓝图是大国，从来要去体会到自己是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小个体的这种心理是很新的东西，是很新的东西。那很有意思。对，那因为心里还是那种中华民国以前的中华民国的带过来，还没有很深刻的体会到自己新的那种处境呢，所以现在我们的不管是政府还是人民，整个的注意力跟资讯全部投注于国际上的大国，我们知道的都是美国的，然后再来其次我们要知道的是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全部是大国。我们很少去说我们应该去了解一下那种夹缝中生存走过来，他们是怎么走那条钢丝的，波兰是怎么存活的，匈牙利是怎么走过来的，捷克是怎么走过来，很少人去谈，也很少人知道。而事实上我们的现实处境比较是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小的个体，你知道这中间有一个认知上的落差。那所以刚刚有这个聆听的朋友在问说，我们
怎么以小博大，就是在这个两强之间怎么存活的这件事情，要学这件事情，哪里能够从美国那儿学来呢？也不可能从德国呢，从英国那儿学来吧，恐怕是要从像波兰、捷克这种国家去学来吧。但是我觉得这种认识不普遍，不普遍。所以最后Susanna， 以你对于中国的认识跟对台湾的感情，你觉得在这个大家都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了的时候，你觉得对于台湾的年轻人，你最想说什么？我觉得台湾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我可能现在你刚刚说很多人才开始考虑到台湾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它作为一个很小的地方呢，它一直在挣扎生存啊。而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曾经也做过一些有关台湾的历史的一些研究，所以我自己觉得，哎呀，实际上在台湾所读的那些人，他们历史上有很多很多怎么样挣扎生存的那些经验。那么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一个经验，所以他们应该从头去开始认识到他们作为台湾这个小岛的那个特点。那么像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啊，那么以前你们一直在看怎么样跟大国联系起来，怎么样过日子啊。那么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你如果考虑到台湾的那个历史，你会发现呢，它的历史呢却是一个小岛跟大国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方式的这样一个历史。它中间自己掌握他自己的命运的时间非常非常短。你看像比如说日本军队呢，1895年到了台湾之后呢，他们大概3个月的时间就挣扎他们作为台湾这个地方的一个生存，但是最后还是军队来了，就跟着日本走，没办法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么一方面台湾的那个历史呢，给我们说明它的生存呢，往往是跟着一个大国走而这样生存。但是反过来讲，你历史的经验呢，不一定呢是你现实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怎么说一个蓝图。实际上你就可以考虑到我们过去总是这样做，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做。那么我觉得现在对台湾来说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对自己的历史从零开始重新去认识。第二呢，面临这个危险的现实，而做出合理的一个判断。那么这个合理的判断，根据我的理解呢，是你们应该去找到第3条道路。Susanna，今天在线上，我们每一次都会有很多大陆的朋友在。那今天谈到这个题目，我自己最想要对大陆的朋友，尤其是年轻人了，你的思想跟脑子还是有很大的自由的空间。想要告诉更多的大陆的人要知道说，台湾的存在是一个多么多么多么珍贵的东西。它从1945从1949这样的过来，从战乱的废墟里头重新站起来，它现在所创造的任何的一切，它的经济，它的这个自由的开放的社会的体制这个对于人的尊重的这些基本的价值
应该不只是台湾人应该珍惜它，也不只是所谓的西方世界珍惜它，我觉得最该珍惜它的是中国人，最该珍惜的。那所以说避战的努力并不是台湾人要去努力，我觉得是中国的人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避战。我相信这一点苏珊娜一定是同意的。我是同意的。前一阵子呢，我给学生讲课呢，有一个同学他问我，如果万一在台湾开始打起战来，后果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我应该告诉你，如果在台湾打起战来的话，这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因此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就应该尽量想办法去避免它，因为我们千万不要这个第3次世界战争的开始，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发生。那么因此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台湾人的问题，欧洲人的问题，美国人的问题，这中国人的问题，这个是全世界所有的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意愿。我觉得我想说，其实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去年2月其实是已经到了悬崖边，然后已经掉下了悬崖战争。那台海的话可能还没到那个悬崖边，那只要距离那个悬崖不管是20公尺还是100公尺，全世界的人，两岸的人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不要走到那个悬崖吧。对，这是我的看法。苏珊娜，谢谢你，哇，今天给我好多的启发，谢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今天能够我们2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探讨这么多复杂的很重要的问题。苏珊娜，我要跟你讲一个最后的，我们今天要说再见，唱最后。你知道很多冷战的小说跟电影那个间谍各国的间谍混来混去的地方都是维也纳，因为它是中立的，对不对？冷战的那个间谍片都是以维也纳为背景的。然后大概是1个月前，我看到一个让我笑出声来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美国呼吁这个奥地利政府说，你们那儿间谍现在越来越多，而且太多了，所以你这个政府，奥地利政府应该要有一个管制的手段，让它间谍少一点。那美国抱怨的是说，你现在因为你太松了，你的传统就是什么间谍都可以来，现在俄罗斯的间谍都到你那儿去了，然后打击我们西方。我看那个新闻真的快要笑出了，笑死我了。对，这就是对你说这个维也纳的特点呢，就是维也纳的特点。但是同时我也认为，我们这个小国对分析全世界各种各样的趋势和状况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发点。我非常乐于在维也纳生活，正好就是因为这个。那宽容，记得我跟他们接触比较少，但是反过来讲，我知道这个中立的那个位置呢，是对我专门分析这个国际形势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尤其是它刚好在东方跟西方的中间是特别好的地方。苏珊娜，谢谢你。到最后我们还是说，到了悬崖之前，所有的和平努力我们都得做，欧洲跟台湾是一样的，中国一样的，对吧？对，苏珊娜，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谈得很高兴，再见，谢谢你，再见。再见。